今天这集开始要针对客制化 Voron 进行热头部分的组装。嗨，欢迎来到 Store， 我是 David。这边开始我不会使用 Voron 所设计的热头，而是之前就有在别部影片出现过的双热头组合，有别于我现有的双挤出单喷头。双热头可以拥有较多的温度差与不需要洗掉的优点，但同时也会有缺点，像是会使整个猎鹰头本身变重，与两喷头之间距离校正较困难等问题。使用双喷头的目的在于猎鹰件本身与支撑材的材料可以不同，单喷头双挤出的情况容易造成材料混合，未来会猎鹰碳纤尼龙类的高温材料，所以在喷头选择上，选择中间喉管不含 PTFE 的全金属热头。选这家厂牌是因为这牌的热头在很多使用者间拥有很好的评价，缺点就是因为有专利，所以非常贵。官网有提供文件说明如何安装热头上的温度计与加热电阻。加热电阻有提供12伏特与24伏特的版本，温度计的部分有提供可达300度 C 与500度 C 的版本。依照所要使用的主板进行选配。依照手册的说明，将热头侧面的螺丝解下，这颗螺丝是用来固定加热电阻与温度计的。考量最后要安装的位置预估出现的方向，可以看到我因为是配合双挤出的挤出机，所以我的出现方向会是对称的。接着将温度计涂上导热膏后，挤入热头的温度计槽中。导热膏的用意是让热头的温度可以有效地传导至温度计上，而不会使温度计因为只有数点与热头接触，导致温度误差。接下来加热电阻也是一样的方式，将导热膏涂在金属部分的表面，然后将电阻本身插入对应的孔中。这边导热膏扮演的是将电阻产生的热有效传导至整块金属。这部分如果有自己组过电脑都会知道 ，CPU 上面会需要导热膏来将 CPU 表面的热有效传导至上方的散热器。为了使 CPU 表面与散热器表面有较好的贴合度，也会使用散热膏来提高接触面积。依照热头公司的设计，有特别将加热电阻与温度计的槽间隔开来，防止温度计会直接量测到加热电阻的温度，而非透过加热块所传导过来的温度。两个零件插入后，将多余的导热膏擦除。这款导热膏本身是水溶性，所以安装完成后需要等待导热膏内部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才可以使用。如果直接使用，可能会有温度计显示异常的问题。另外，因为含有水分的关系，直接加热会导致内部水分气化，导致零件损坏。如果真要加快干燥，建议90度以下的温度进行干烤。安装完后有发现温度计的长度比加热块短很多。一刚开始将多余的长度用导热膏填满，后来发现随温度计有附一小块的金属，用意就是将长度不足的部分由金属块填满。刚开始以为是装到不需要的零件，后来才发现原来用意是将空位填满用的。赶快趁导热膏还没干，将金属块塞入热头中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猎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